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政務大廳裡彌漫着一股說不清的煩悶氣息。7號窗口前排着長隊，我穿着一件洗得發白的舊夾克，手裡攥着母親那摞跑了3年都沒辦下來的材料。窗口裡坐着個年輕姑娘，化着精緻的妝，眼睛盯着手機屏幕不挪開。我把材料遞進去，盡量讓自己的語氣顯得平和。你好，我想諮詢一下棚改補償的事。她連眼皮都沒抬一下，指甲油塗得鮮紅的手從窗口下面甩出一張表格，那表格啪的一聲砸在台面上，她的声音比這聲響還要刺耳。自己填，沒看見我在追劇。我愣在原地，3秒鐘、5秒鐘、10秒鐘，身後有人開始竊竊私語。我聽見有個大爺小聲嘀咕：“又一個倒霉蛋。”我低頭看了一眼他的工牌，錢小慧。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叫周明遠，3天前剛從省發改委調任合川市代市長，這是我上任後第一次出門辦事，沒帶秘書，沒打招呼，就想看看這個我離開了20年的家鄉到底變成了什麼樣子。沒想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副德行，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母親的房子就在他負責的那個棚改項目裡，3年了，1分錢補償款都沒見着。20年前，我背着一個破舊的帆布包離開合川市青山鎮，去省城讀大學。那年我剛滿18歲，母親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送我，天還沒亮透，她往我兜裡塞了200塊錢，那是她養了1年的雞賣掉湊的。我不肯要，她硬往我口袋裡按，眼眶紅着說：“拿着，出門在外，別委屈了自己。”我攥着那200塊錢，在心裡發誓，總有一天我要讓她過上好日子。後來我考上了公務員，一步步從縣裡調到市裡，從市裡調到省裡，職位越來越高，回家的次數卻越來越少。母親總是在電話裡說一切都好，讓我不用操心，我也就真的信了，以為她一個人在老家能應付得來。直到3天前，我接到調令，要來合川市當市長，才突然意識到一件事：母親住的那片老宅子，3年前就被劃進了棚改範圍。按理說，補償款早該發下來了，她也該搬進新房了。可每次問起這事，她都支支吾吾地說：“快了，快了，手續麻煩，你忙你的。”我這次回來，第一件事不是去市政府報到，而是回了趟青山鎮。深秋的青山鎮，空氣裡彌漫着桂花快要謝盡的甜膩氣息。鎮上的老街還是20年前的樣子，青石板路坑坑洼洼，兩邊的店鋪招牌褪了色。我在街角那家開了30年的早餐鋪坐下，要了一碗餛飩。老闆娘頭髮花白，繫着一條油膩膩的圍裙，把碗端上來的時候多看了我2眼。臉生啊，外地回來探親的。我點點頭，好多年沒回來了，那你可回來對時候了。老闆娘一邊擦桌子一邊嘆氣，我們這條街馬上就要拆沒了。我心裡一動，裝作不經意地問：拆遷不是好事嗎？能換新房子，好事？好個屁！旁邊桌上一個60多歲的大爺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震得碗裡的豆漿都灑出來了。3年了，說好的補償款1分錢都沒見着。我老伴住院，錢都是借的。他說的激動，唾沫星子飛濺。我認出來了，這是住在母親隔壁的林大爺。他老伴桂香嬸，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鄰居，經常偷偷塞糖給我吃。我不敢暴露身份，只是低聲問：“大爺，補償款怎麼會拖3年呢？上面的人吃了唄，還能怎麼着？”
林大爺壓低聲音，左右看了看，湊過來說：“你知道嗎？省裡撥下來的錢，到我們手裡能剩30%就不錯了，剩下的呢，我哪知道，反正不在我們口袋裡。”他苦笑一聲，眼眶微微發紅。我老伴去政務大廳跑了20多趟，每次都是材料不對，今天說產權證不清楚，明天說面積要符合，後天又說公示期沒滿。我們這些老百姓就活該被人當皮球踢嗎？我攥着筷子的手不自覺地收緊，胸口堵得慌。付了錢，出了早餐鋪，我站在街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空氣裡沒有桂花的香味了，只有一股若有若無的霉味從那些破舊的老宅子裡飄出來。我抬頭看了看這條老街，心裡忽然湧起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。20年了，我以為家鄉會變得更好，沒想到卻變成了這副樣子。而我的母親就住在這條街的盡頭，一個人撐了3年，什麼都沒跟我說。母親的院子門虛掩着，我推開門進去，看見她正彎腰在小菜地裡拔草。她的背比記憶中更駝了，頭髮全白了，像一層薄薄的雪覆在頭頂。媽，我喊了一聲，嗓子有點發緊。她直起身子，愣了幾秒，眼眶瞬間就紅了。你咋回來了？不是說忙嗎？調動了，以後就在合川工作。我沒細說具體是什麼職位，只是快步走過去，扶住他的胳膊。他的胳膊瘦得像枯柴，隔着薄薄的衣袖，我能摸到骨頭的輪廓。我心裡一陣刺痛，眼眶發酸。這幾年我給他寄錢，他從來不肯花，說自己用不着，存着以後給我娶媳婦。我都48了，他還惦記着給我娶媳婦。進了屋，我環顧四周，家具還是20年前的老物件，但收拾得乾乾淨淨。桌上擺着一摞材料，我隨手拿起來一看，腦袋嗡的一聲，全是棚改補償的申請表、審批單，蓋着各種公章的回執，厚厚一摞，少說有幾十頁。媽，這是怎麼回事？我盡量控制着語氣，不讓自己的聲音發抖。母親的神情躲閃起來，像個做錯了事的孩子。沒啥事，就是手續麻煩，慢慢辦唄。3年了，我一頁一頁翻着那些材料，每一頁上面都有各種各樣的章和簽字，每一頁的結果都是待核實、待審批，材料需補充。3年，20多趟政務大廳，無數次補交材料，換來的就是這些冷冰冰的字眼。我感覺胸口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拳，又悶又疼。母親嘆了口氣，在我對面坐下來，粗糙的手搓着衣角。我沒想讓你管這事，你在省城當幹部，別因為我的事得罪人。媽，我忍不住提高了聲音，隨即又壓了下去，怕嚇着他。您為什麼不跟我說？3年了，您一個人跑了這麼多趟，說了有啥用？還不是給你添麻煩。他抬起眼看我，眼睛裡沒有責怪，只有一種讓人心碎的平靜。明遠，媽這輩子沒求過人，能自己辦的事就自己辦。我張了張嘴，想說什麼，卻什麼都說不出來。我忽然發現，我這個當兒子的太不稱職了。這些年，我以為給他寄錢就是孝順，以為偶爾打個電話就是關心，卻從來沒有真正關心過他一個人在老家到底過得怎麼樣。晚上我沒回市裡的賓館，就住在老宅，躺在那張吱呀作響的老床上，聽着窗外的蟲鳴。我一夜沒睡。第2天一大早，隔壁桂香嬸就過來串門了。她比我記憶中老了太多，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一樣深，但嗓門還是那麼大，一進門就拉着我的手不撒開。明遠啊，你在省裡當啥官？能不能幫嬸子問問，這錢到底啥時候能下來？
他眼眶紅紅的，聲音裡帶着哭腔：“你叔住院，我都借了6萬塊了，再拖下去，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”我心裡像被針扎了一下，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。母親在旁邊輕聲替我解圍：“桂香姐，明遠剛調回來，還不熟悉情況，讓他先了解了解。”對，了解了解。桂香嬸使勁點頭，又攥緊我的手：“明遠啊，我不是要走後門，我就是想討個說法。我們的錢憑啥發不下來？”他說着說着就哭了，眼淚沿着滿是皺紋的臉往下淌。我扶他坐下，遞給他一杯水：“嬸，您去政務大廳辦過手續嗎？”他一提這個就來氣，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淚。去了不下20趟。那個窗口的小姑娘姓錢，眼睛長，頭頂上。上回我去，她連頭都不抬，說什麼材料不全，回去重新準備。我問她哪裡不全，她說：“你自己不會看嗎？”她越說越激動，聲音也越來越大：“我們這些老百姓是欠她的嗎？憑啥這麼對我們？”我安慰她幾句，又問了一些細節，心裡有了底。送走桂香嬸，我跟母親說要去市裡辦點事，讓她不用等我吃飯。母親沒多問，只是往我手裡塞了2個煮雞蛋，路上吃，別餓着。我攥着那2個還帶着溫熱的雞蛋，眼眶又有點發酸。20年前她也是這樣，往我兜裡塞東西，怕我在外面餓着。20年過去了，她還是那個什麼都為我操心，卻從不讓我操心的母親。我在心裡暗暗發誓，這事我一定要查清楚，給她一個交代。市政務服務中心是一棟氣派的新樓，門口掛着“為人民服務”5個大字。我換了身普通衣服，背着個布包，看起來就像個回鄉辦事的中年人。進了大廳，我先在等候區坐了一會兒，觀察周圍的情況。大廳裡人不少，但秩序有些亂，好幾個窗口掛着暫停服務的牌子，取號機前排着長隊，工作人員態度不冷不熱，愛答不理的樣子。坐在我旁邊的是個中年男人，愁眉苦臉的抱怨：“我都來第4趟了，每次都說材料不對，也不說清楚到底要啥。”另一邊的大媽接話：“你算好的，我那棚改補償的事跑了3年了。”我心裡咯噔一下，大媽，你也是青山鎮的，可不是嗎？我們那一片800多戶，沒幾家拿到錢的。大媽壓低聲音，左右看了看，上面撥下來的錢，到咱手裡能剩30%就不錯了。我問他，那錢去哪兒了？他撇撇嘴，誰知道呢？反正不在咱口袋裡。我心裡有了數。輪到我的時候，我走到7號窗口前，看見那個年輕女人正低頭看手機。我認出了她的工牌，錢小慧，就是桂香嬸說的那個眼睛長頭頂上的小姑娘。我把材料遞進去，語氣盡量平和：“你好，我想諮詢一下棚改補償的事。”她頭也不抬，指甲油塗得鮮紅的手從窗口下面甩出一張表格。那表格啪地砸在台面上，他的声音比这聲響還刺耳：“自己填，沒看見我在追劇。”我愣住了，低頭看了一眼他的手機屏幕，果然在播放一部熱門電視劇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忍住心裡的火：“這位同志，我有些地方不太明白，能不能請您指導一下？”他這才不耐煩地抬起頭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舊夾克、布包，中年男人，他顯然覺得我是個好欺負的普通人。他翻了個白眼：“表上都寫着呢，不認識字啊？”我不動聲色地問：“認識，但有些材料我不太清楚，不清楚就回去問清楚。下一位。”他不等我說完就揮手趕人，那姿態就像在轟一隻蒼蠅。我站着沒動。“同志，我想問一下，
青山鎮棚改項目的補償款，為什麼3年了還沒發到位？他臉色變了變，語氣更加不耐煩。這個我不清楚，你問領導去，哪位領導負責這個？我怎麼知道？你去住建局問，住建局在哪裡辦公？你不會自己查嗎？他已經明顯不耐煩了，聲音也提高了幾度。我跟你說，這種事不是我能管的，你找誰都沒用，別耽誤後面的人了。我沒有再爭辯，默默填完表格遞進去。他隨手翻了翻，扔回來。產權證明複印件不清楚，重新複印。我看了看那份複印件，清清楚楚，連個褶皺都沒有。我明白了，這就是故意刁難。我把材料收好，轉身離開。身後，我聽見他對旁邊的同事撇嘴：“又一個來鬧的，這些棚改戶真煩，天天來，煩死了。”同事笑着接話：“你姑父不是說了嗎？這是急不得，慢慢拖着唄。”姑父，我腳步一頓，把這個詞記在了心裡。從政務中心出來，我打車去了市住建局，依然沒有亮明身份，就以普通群眾的名義在信訪窗口登記。工作人員讓我填表，說會按程序處理。我趁機在樓裡轉了轉，留意到幾個細節。棚改辦公室門口掛着一塊牌子，副局長錢大江主管。錢大江、錢小慧都姓錢。我心裡有了一個猜測。透過半開的門，我看見辦公室裡有幾個人圍着桌子打牌，牌聲噼里啪啦響，笑聲從門縫裡露出來，刺耳得很。牆上掛着工作進度表，青山鎮項目顯示進行中，但具體進展一欄空空如也。我拿出手機，假裝打電話，實際上拍下了那張進度表。回到賓館，我給省裡的老同事打了幾個電話，了解河川的情況。電話那頭，老同事的聲音有些遲疑：“河川這地方水很深，錢大江在住建局幹了10幾年，根基很深。青山鎮棚改的事，省裡也接到過舉報，但每次調查都不了了之。什麼原因？他有靠山，具體是誰？你自己去查吧。”我掛了電話，在窗前站了很久。窗外河川市的夜景很美，霓虹燈閃爍，車流穿梭。但我知道，在這繁華的表象下面，有多少普通老百姓在暗夜裡煎熬。我的母親、桂香嬸，還有青山鎮那800多戶人家，他們的血汗錢不知道被誰吞進了肚子裡。第3天，我去市政府報到。市委書記趙國棟親自迎接，各部門負責人齊聚一堂，場面很隆重。我掃視會議室，在角落裡看見一個肥頭大耳的中年男人，臉上堆着谄媚的笑。他的胸牌上寫着“住建局副局長錢大江”。我心裡冷笑一聲，面上不動聲色。歡迎會上，趙國棟說了一番客套話。周市長年輕有為，是省裡重點培養的幹部，大家以後要多多配合。我只是微笑點頭，什麼都沒表態。會後，錢大江湊過來套近乎，一臉熱絡：“周市長，聽說您老家是青山鎮的，那咱們可是老鄉啊。”他搓着手，眼睛眯成一條縫：“改天我做東，給您接風洗塵。”我看着他那張圓潤的臉，想起政務大廳裡錢小慧甩出表格的樣子。我淡淡地說：“錢局長客氣了，工作要緊。”他臉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又迅速恢復：“是，工作要緊，工作要緊。”他讪讪退下，我看見他眼底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陰翳。我知道他已經開始警惕我了。接下來的1周，我表面上按部就班的熟悉工作，開會、看文件、見各部門負責人，但每到晚上，我就換上便裝，去各處走訪。
我去了青山鎮的棚改工地，那裡早已停工，雜草叢生，像一座荒廢的墳場。我找到項目承建方的負責人，一個姓劉的中年人，愁眉苦臉地跟我倒苦水。工程款被拖欠了2年，住建局說資金還沒到位，讓我們等着。我手底下幾十號工人，工資都發不出來，天天堵我家門口要錢。他說着說着，眼眶都紅了。這日子真他娘的沒法過了。我又去翻閱棚改項目的財務記錄，發現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：省裡撥付的2.8億補償款，賬面上顯示已撥付至區縣財政，但實際發到居民手裡的只有不到4000萬。那2.4億去了哪裡？我把審計局長老李叫到辦公室，關上門，把這些數字擺在他面前。老李今年56歲，幹了30年審計，是個出了名的硬骨頭。正因為太硬，得罪了太多人，一直被邊緣化。看到這些數字，他的手都在抖。周市長，您真要查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頓地說：這2.4億是老百姓的血汗錢，我要1分1厘都查清楚。老李盯着我看了足足10秒鐘，然後長長的出了一口氣。周市長，這個案子我3年前就想查，被壓下來了。誰壓的？他欲言又止，最後只說了一句：您查下去就知道了。我點點頭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老李，這次有我給你撐腰，你放手去查。他眼眶一紅，使勁點了點頭。我知道。這一步邁出去，就沒有回頭路了。與此同時，錢大江那邊也沒閒着，他的侄女錢小慧打電話給他，聲音發抖：姑父，新來那個市長之前來政務大廳辦過棚改的事。電話那頭，錢大江的聲音瞬間變得尖銳：什麼？你怎麼知道的？同事說的，說他來辦的就是青山鎮的項目，而且什麼？而且我當時還罵了他幾句。錢小慧的聲音帶着哭腔：姑父，我當時不知道他是市長啊，我以為就是個普通棚改戶。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，然後傳來杯子摔碎的聲音。錢大江暴跳如雷：你個蠢貨，你知不知道你惹了多大的禍？姑父，您別罵我了，您幫我想想辦法啊。辦法？什麼辦法？你他娘的給我等着！錢大江掛了電話，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，心裡亂成一團麻。新來的市長是青山鎮的人，母親就在棚改範圍內，這意味着什麼？他再清楚不過了。他拿起電話，撥通了一個號碼，電話響了3聲，那頭接起來，是一個蒼老卻威嚴的聲音：什麼事？老領導，新來的周明遠好像在查棚改的事。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，才緩緩開口：穩住，別自亂陣腳。省裡派他來，就是想讓他燒幾把火，火燒完了，他也就該走了。你只要咬死賬目沒問題，他能拿你怎麼樣？錢大江稍微安心了些。那我侄女那邊，讓他消停點，別再出去惹事。是，我知道了。掛了電話，錢大江點了一支煙，狠狠吸了一口。他在河川混了10幾年，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，一個剛來的新市長翻不起什麼浪來。1周後，我在市政府常務會議上突然提出要聽取青山鎮棚改項目的進展匯報，會議室裡的氣氛瞬間凝固。錢大江顯然沒有準備，臉色有些發白，但還是硬着頭皮站了起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開始照本宣科：項目進展順利，目前正在進行產權核實工作，預計明年上半年可以完成全部補償發放。我打斷他：明年上半年？這個項目從2016年啟動，到現在已經3年了。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頓地問：為什麼產權核實要做3年？錢大江額頭上冒出了細密的汗珠。周市長，這個歷史遺留問題比較多，情況很複雜。什麼複雜？具體說說。他支支吾吾，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我從文件袋裡拿出一摞材料，啪地拍在桌上。我這裡有800多戶棚改居民的申請記錄，80%以上卡在住建局的審批環節。我翻開那些材料，一頁一頁念給他聽，理由五花八門：產權存疑，面積需複核，公示期未滿。我抬起頭，目光如刀。錢局長，你能告訴我這些理由的依據是什麼？會議室鴉雀無聲，所有人都低着頭，大氣不敢出。錢大江臉色鐵青，嘴唇哆嗦着。周市長，這些都是按程序辦事。程序？我冷笑一聲。我查了這3年的審批記錄，同樣的材料，有的人3個月就辦下來了，有的人3年還在核實。這是什麼程序？我站起身，聲音提高了幾度。是看關係的程序，還是看好處的程序？周市長，錢大江忍不住拍了桌子，臉漲得通紅。您不能這麼說，我幹住建局10幾年，兢兢業業，您剛來就給我扣帽子。我看着他，不緊不慢地說：我沒扣帽子，我只是在問問題。我走近他，壓低聲音，但會議室裡所有人都能聽見。如果你心裡沒鬼，怕什麼？會場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。趙國棟見狀，出來打圓場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是為了工作，有問題可以調查清楚再說。他轉向我，語氣緩和：明遠同志，你看這樣行不行？讓審計部門牽頭，做一次全面審計。我同意。我點點頭，目光掃過在座的每一個人。審計報告1周內出來，屆時向社會公開。錢大江的臉瞬間變得慘白。審計組進駐住建局的第3天，出事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辦公室看材料，突然接到電話，住建局棚改辦公室着火了。我趕到現場的時候，火已經撲滅了，但辦公室裡的文件資料幾乎全部付之一炬，滿地都是焦黑的灰燼，刺鼻的煙味嗆得人睜不開眼。錢大江站在門口，臉上裝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。哎呀，老樓線路老化，我早就申請過維修了，一直沒批下來。他搖着頭嘆氣。周市長，這下可好，好多重要資料都燒沒了。我盯着他看了幾秒，心裡冷笑。線路老化，燒的偏偏是棚改辦公室，偏偏是審計組進駐之後，巧得很。我淡淡說了4個字，他臉色一變。周市長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我沒理他，轉身對老李說：財務數據應該還有備份，去區財政局調。另外，這3年的銀行流水也一併調過來。錢大江的瞳孔猛地一縮，但還是強裝鎮定。周市長，您這是信不過我們住建局。我回頭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說話，但那一眼讓他的臉色又白了幾分。當晚，我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，電話那頭的聲音蒼老卻威嚴，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。周市長，我勸你別查太深。我靠在辦公椅上，語氣平靜。你是誰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誰。那聲音緩緩說道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河川的水深着呢，你一個外來戶，何必呢？何必？我冷笑一聲。那2、4億是老百姓的血汗錢，有人吞了，我就得查出來。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，然後傳來一聲意味深長的嘆息。年輕人，別太衝動，有些事查到最後，對誰都沒好處。電話掛斷了，我攥着手機，在黑暗中坐了很久。威脅我？
我倒要看看這河川的水到底有多深。我拿起電話，撥通了省紀委的號碼。老鄭，我需要你的支持。河川這邊有人在威脅我。電話那頭，老鄭的聲音沉穩有力。明遠，放心查，有省里給你撐腰。我掛了電話，心裡踏實了些，但我知道，真正的硬仗才剛剛開始。就在我準備放手大幹的時候，青山鎮那邊出事了。那天下午，母親打來電話，聲音有些發抖。明遠，桂香姐帶着一幫人去市政府门口了。什麼？我心裡咯噔一下。他們去幹什麼？要說法唄。他老伴的手術費湊不上，急眼了。母親嘆了口氣。我勸不住他，他說實在沒辦法了，只能鬧。我掛了電話，立刻趕往市政府。遠遠就看見門口圍了一群人，拉着橫幅，橫幅上寫着“還我血汗錢”。桂香嬸站在最前面，頭髮散亂，嗓子都喊啞了。我們的錢去哪兒了？3年了，1分錢沒見着。我老伴等着錢做手術，等不起了。旁邊還有10幾個老人，都是青山鎮的棚改戶。他們的臉上寫滿了憤怒和絕望，有幾個老太太已經哭成了淚人。我快步走過去，人群自動讓開一條路。桂香嬸看見我，愣了一下。明遠，你咋來了？我扶住她的胳膊，壓低聲音：嬸，您先別急，有話好好說，好好說。她一把甩開我的手，眼睛紅得像要滴血。我好好說了3年，跑了20多趟，換來的是什麼？是那些當官的踢皮球，是那個姓錢的丫頭白眼珠子。他越說越激動，聲音越來越大。我老伴躺在醫院裡，醫生說再不手術就來不及了。我到哪兒去弄那10幾萬塊錢？我上哪兒弄去？他說着说着，突然蹲下來，捂着臉嚎啕大哭。那哭聲撕心裂肺，像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心。我蹲下身，握住他粗糙的手。嬸，您相信我，這是我一定給您一個交代。他抬起頭，淚眼模糊地看着我。明遠，嬸不是不相信你，嬸是真的撐不下去了。我的眼眶也濕了。這一刻，我終於明白，那些文件上冰冷的數字意味着什麼。不是2、4億，是800多戶人家的希望，是無數個家庭的生死。我站起身，對着人群說：各位鄉親，我是周明遠，剛調任合川市代市長。人群一陣騷動，有人驚訝，有人不信。我繼續說：青山鎮棚改的事，我已經在查了。我向大家保證，不管牽扯到誰，我都會一查到底。你們的血汗錢，1分1厘都會還給你們。桂香嬸抬起頭，淚眼婆娑地看着我。明遠，你說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頓地說：我以我母親的名義擔保。人群安靜了下來。我知道，我用母親的名義起誓，在這些老人眼裡，比任何官方承諾都管用。但我也知道，這個承諾我必須兌現，否則我就是一個連自己母親都對不起的混蛋。人群散去後，我回到辦公室，發現桌上多了一份報紙，頭版頭條：新任市長母親帶頭上訪，合川官場亂象誰之過？我拿起報紙，一字一句地看完。文章把我塑造成一個官2代形象，暗示我母親占着棚改的便宜還不知足，還說她仗着兒子當市長煽動群眾鬧事，字裡行間都在暗示我母親是個貪得無厭的刁民。我的手開始發抖，不是因為害怕，是因為憤怒。我母親一輩子要強，一輩子不願意麻煩別人。那些材料是她一個人跑了3年，求爺爺告奶奶才攢下來的。她從來沒有找過我，從來沒有讓我幫她走過任何後門。現在
他卻被人潑了一身髒水。我攥緊報紙，指節發白。我知道這是錢大江他們的反擊，他們想用輿論壓我，想讓我投鼠忌器，想讓我知難而退。但他們不知道的是，他們越是這樣做，我就越不會退。我拿起電話，撥給省紀委的老鄭。老鄭，加快進度，我要在1周之內拿到所有證據。電話那頭，老鄭沉聲說：明遠，你想好了，這一步邁出去，就沒有回頭路了。我看着窗外陰沉的天空，深吸一口氣。我從來就沒想過回頭。接下來的3天，是我這輩子最煎熬的3天。輿論發酵得越來越厲害，網上到處都是罵我的聲音。有人說我官官相護，有人說我帶着私心查案，還有人扒出我的履歷，說我青雲直上，一定有貓膩。市政府內部也有人開始動搖，有領導私下找我談話：周市長，這樣搞下去，被動的是你自己，不如暫時緩一緩。我看着他，沒有說話。緩一緩，那些在政務大廳被甩表格的老百姓，能緩一緩嗎？那些躺在醫院裡等着救命錢的病人，能緩一緩嗎？我母親跑了3年，磨破了多少雙鞋底，能緩一緩嗎？我深吸一口氣，搖了搖頭，不緩。趙國棟也找我談話，語氣比平時嚴肅得多。明遠，你這樣搞下去，把自己搭進去怎麼辦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平靜地說：書記，我不是為了我媽才查這件事，我是為了青山鎮800多戶老百姓，為了被貪掉的那2個多億，這筆賬必須有人來算。趙國棟沉默了很久，最後嘆了口氣：你小子跟你老子一樣倔。我愣了一下，趙國棟笑了笑：我跟你父親是老同學，他活着的時候也是這個脾氣，認準的事9頭牛都拉不回來。我的眼眶有些發酸。父親去世20多年了，我幾乎已經忘了他的樣子，只記得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，一輩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從沒說過什麼大道理。但他教會我一件事：做人要對得起良心。書記，我不會讓您失望的。我站起身，向他深深鞠了一躬。第4天，審計組終於傳來了消息，老李帶着團隊連夜從區財政局和銀行調取了完整的資金流水。他把厚厚一摞材料放在我面前，雙手都在發抖。周市長，查清楚了。他的聲音沙啞，眼眶通紅。8億補償款，實際撥付到戶的只有3800萬，剩下的錢通過各種虛假合同、關聯交易流入了20幾家空殼公司。這些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最終都指向同一個人——錢大江。我翻看着那些材料，心臟砰砰直跳。虛假合同、關聯交易、空殼公司，一條完整的利益鏈條，清清楚楚地呈現在眼前。但還有更勁爆的。老李壓低聲音，指着其中一份文件：周市長，您看這個。我湊過去一看，瞳孔猛地一縮。其中一家空殼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一個叫王艷紅的女人，而王艷紅的另一個身份是本市一位退休老領導的兒媳婦。那位老領導就是當初打電話威脅我的人。一切都串起來了。錢大江只是台前的執行者，真正的保護傘是那位退休多年卻依然手眼通天的老領導。我合上材料，深吸一口氣：老李，辛苦了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剩下的交給省紀委。省紀委專案組連夜進駐合川。那一夜，整個合川市政府燈火通明。錢大江被帶走調查的時候，我站在住建局樓下，他被2個人架着從樓裡出來，臉色灰敗，像一具行屍走肉。
經過我身邊的時候，他停下腳步，抬頭看着我，他的眼睛裡沒有憤怒，沒有恨意，只有一種深深的頹敗。他張了張嘴，想說什麼，最終只發出一聲冷笑。周市長，你贏了。我看着他，沒有說話。我沒有贏，贏的是那些等了3年的老百姓，贏的是法律和公正。他被押上車，車門關上的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他那天在歡迎會上說的話：周市長，咱們是老鄉啊，老鄉。我和他從來就不是一路人。案子查了2個多月，牽出了一串人。錢大江貪污受賄2300萬，被開除黨籍，移送司法機關。那位退休老領導也被查出嚴重違紀違法問題，晚節不保。政務中心的錢小慧因嚴重違反工作紀律被辭退。據說他接到通知的時候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他辜負進去了，靠山倒了，他那顆長在頭頂的眼珠子終於該放下來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青山鎮800多戶人家的棚改補償款終於開始發放了。為了趕在春節前讓老百姓拿到錢，我親自盯着住建局加班加點辦手續。那些曾經卡在待核實、待審批環節的申請，一個個都順利通過了。原來只要上面有人想辦，哪有那麼多複雜和困難。發放那天，我去了青山鎮，鎮政府的院子裡擠滿了人，每個人臉上都帶着笑。桂香嬸拿到存折的時候，手抖得差點掉在地上。她翻來覆去的看了好幾遍，確認那上面的數字是真的，才終於放聲大哭。我老伴的手術費有着落了，有着落了。她一把抱住旁邊的老姐妹，哭得像個孩子。我站在一旁，眼眶酸酸的。3年，她等了整整3年。這3年裡，她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政務大廳，受了多少白眼，流了多少眼淚。現在終於結束了，母親也拿到了補償款，但她把存折往我手裡一塞，頭也不回地往外走。我不要，我追上去，拉住她的胳膊。媽，這是您應得的，房子是您的，錢當然也是您的。她停下腳步，轉過身來，眼眶紅紅的。我知道是應得的，但我不想讓人說閒話，說你這個當市長的，連自己老娘的便宜都要占。我心裡一陣酸澀，這就是我的母親，一輩子要強，一輩子怕給兒子添麻煩，一輩子都在替別人着想。我把存折又塞回她手裡，認真地說：媽，拿着，這是您的錢，你想怎麼花就怎麼花。她低頭看着那個存折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後她抬起頭，眼睛裡閃着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光芒。明遠，你幫媽把這錢捐了吧，捐了，捐給鎮上的小學，讓娃娃們有個好操場。她的聲音很輕，卻很堅定。媽這輩子沒念過幾天書，不想讓那些娃娃們也跟媽一樣。我看着她滿是皺紋的臉，看着她花白的頭髮，看着她彎曲的脊背，這一刻，我忽然覺得她比任何人都要高大。好，我聽您的。我用力握住她的手，聲音有些哽咽。媽，您是我見過的最了不起的人。她笑了，眼角的皺紋擠在一起，像一朵盛開的花。說啥傻話呢？媽就是個種地的老太太。她抽出手，往我口袋裡塞了2個煮雞蛋，快吃，還熱乎呢。青山鎮小學的新操場落成那天，我去參加了剪彩儀式。操場是用塑膠鋪的，紅綠相間，陽光下閃閃發亮。一群孩子在操場上跑來跑去，笑聲清脆得像銀鈴。老校長握着我的手，激動得說不出話來。他是個60多歲的老頭，頭髮花白，脊背佝偻，在這個小學幹了一輩子。周市長，您是我們青山鎮的大恩人啊！他的聲音顫抖着，眼眶裡閃着淚花。這些娃娃們，
終於有個像樣的操場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搖頭。這是我媽捐的錢，要謝就謝她。老校長一愣，然後轉身朝着站在人群裡的母親深深鞠了一躬。周大娘，謝謝您。母親有些不好意思，連连擺手，別謝我，這都是娃娃們應得的。孩子們圍過來，七嘴八舌地叫着奶奶好，奶奶真厲害。母親被他們圍在中間，臉上的笑容比陽光還燦爛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這一切，心裡湧起一種說不出的滿足。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青山鎮，不是那個被貪腐侵蝕、老百姓叫苦連天的青山鎮，而是這個充滿希望、孩子們笑聲不斷的青山鎮。半年後，我在合川市政府工作報告會上正式提出了陽光政務改革方案，政務中心徹底整頓，所有業務限時辦結，流程全部公開透明，窗口工作人員定期輪崗考核，服務態度納入績效評定。市紀委在政務大廳設立了作風監督崗，歡迎群眾隨時舉報。那個曾經甩出表格說沒看見我在追劇的7號窗口，換了一位態度和藹的大姐來辦事的群眾發現，現在不用跑那麼多趟了，材料要求也清清楚楚，再也沒有人敢甩臉色，再也沒有人敢踢皮球。有一次，我微服私訪政務大廳，聽見一個大爺跟工作人員聊天，現在辦事方便多了，不像以前，跑斷腿都辦不成。工作人員笑着回答：“大爺，這是應該的，我們就是為老百姓服務的嘛。”我站在角落裡，聽着這番對話，嘴角忍不住上揚。這才對嘛，為人民服務，不是掛在牆上的口號，是要落到實處的行動。又是一個深秋，我回青山鎮看母親，鎮子變化很大。老街翻新了，路燈亮了，新的安置小區已經封頂。母親沒有搬進小區，她說住慣了老宅子，捨不得離開。我沒有強求，只要她高興，住哪兒都行。那天傍晚，我陪她坐在院子裡，看夕陽一點點沉下去，天邊的雲被染成金紅色，像一幅濃墨重彩的油畫。母親靠在椅背上，眯着眼睛，臉上的皺紋在夕陽下顯得格外深刻。明遠，你說你當這個市長值不值？他的聲音很輕，像是在自言自語。我想了想，認真地回答：媽，我離開青山鎮20年，一直想着有一天能回來，為家鄉做點事。現在算是做到了一點點，一點點。他笑了，笑容裡帶着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欣慰。你這一點點，讓多少人睡上了安穩覺。我沒有說話，只是握住他粗糙的手。遠處，夕陽把青山染成了金色。那座山，我從小看到大，熟悉的不能再熟悉，可此刻看來，卻格外親切，格外溫暖。我忽然想起20年前，離開青山鎮的那個清晨，母親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送我，天還沒亮透，她往我兜裡塞了200塊錢，眼眶紅着說了一句話，那句話我記了20年，兒啊，出去了，要做個好人。我轉頭看着蒼老的母親，眼眶有些發酸。20年了，我終於可以坦然地對她說：媽，我做到了。她沒有說話，只是笑着點了點頭。夕陽西下，晚風輕拂，我和母親並肩坐着，看天邊的雲彩一點點暗下去。遠處有孩子在新操場上奔跑，笑聲清脆悅耳。那笑聲是這片土地上最動聽的聲音，也是我這輩子聽過的最美的聲音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
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